这种纹路好像在哪见过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这应该是黑暗时代前的风格。黑暗时代是天武大陆数万年前的一个时代，将天武大陆的历史分成了两段。黑暗时代之前，大陆上强者辈出，甚至有超越了地级的圣境强者。但不知为何，天地似乎发生了异变，高手们纷纷陨落，圣境强者也渐渐绝迹，直至消失。想不到这偏僻的大齐国竟然有黑暗时代之前的遗迹，历史上对黑暗时代以及之前的记载极少，仿佛被生生抹去了一般。只能从一些史料上得知寥寥几笔。那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来看看，此物应该是古时的一件珍宝，上面的阵纹符箓虽然有些受损，但根据阵纹推算，起码也是3品以上。这些远古阵纹和符箓对炼器大师有极高的参考价值，放在拍卖行中拍卖的话，卖个7、8万硬币应该不成问题。连公子只花了2万银币，直接升值到了7、8万，涨了4倍啊！多谢杨大师鉴定，我之前只觉得这器物有所不凡，没想到居然是一件3品以上的珍宝。严小姐，听说你在阵法一途颇有些造诣，严家亦是阵法世家，在下就冒昧献宝于你。若此物能给严小姐带来些许启发，也算是有了它的价值。多谢连上门主。连上门主还真是大方啊，7、8万银币的东西随手就献了出去。这你就不知道了。白剑门是我大齐国排名前几的大宗门，以连少门主的身份，自然不差这几万银币。有钱人就是阔绰，只是这东西怎么那么眼熟？到底在哪见过呢？陈少，这水壶竟然价值7、8万银币，不会是胡说的吧？我怎么看长得跟尿壶一样？林天这么一说，我倒是想起来了，这东西我没听错吧？这小子胡说什么呢？尿壶？开什么玩笑！这小子居然说连公子赌到的宝物是尿壶，真是见识浅薄。连杨大师都说是3品以上的珍宝了，这小子懂什么啊？哎，诸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这东西看起来像尿壶，居然价值7万，真是不可貌相啊！哪里来的穷鬼，赌不起东西，居然也敢在这里大放厥词？不长眼睛的东西，竟敢说我送给严小姐的宝物是尿壶！哦，杨大师，这样的人你们竟然也放进聚宝楼，没得打扰了我等的兴致。徐峥，是你带他们过来的？杨大师，这2位是我们聚宝楼的客人，我们聚宝楼开门做生意，来者是客，哪有把客人往外赶的道理？您说是不是啊？我聚宝楼虽然来者是客，但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进来的。对于某些胡言乱语、不尊权威之人，我们聚宝楼不欢迎。学着把他们2个给我赶出去！这，听到没有？杨大师说不欢迎你们，快滚吧！2个乡巴佬，不懂就别乱说话。这可是从圣罗秘境中挖出的宝物，岂是你们能看得懂的？哎呀，陈少，不好意思，我好像又闯祸了，要不我们还是赶紧走吧。既然这聚宝楼不欢迎咱们，那咱们走便是。不过你刚才没说错，这的确是一个尿壶，可惜啊，有些人沽名钓誉，居然把这当成是一件珍宝，真是让人笑掉大牙。什么？你们给我站住！竟敢说本大师鉴定出来的珍宝是尿壶！今天你不给本大师说清楚，休想离开我聚宝楼！唉，一言不合就大发雷霆，能不能有点新意？难道你鉴定错东西还不准人说出来？尿壶就是尿壶，再怎么口若悬河，也不能变成珍宝。我的天哪，这秦人疯了，竟然敢这么对杨大师说话！你说什么？打你个黄口小儿，不知天高地厚！老夫今天就要教训教训你！
被我说破了，还想打人？把一个普通的尿壶说成是残破的珍宝，有种你就动手试试看。我秦晨也不是怕事之人。我扬言生平鉴定宝物无数，知识之渊博，整个大齐国排名前列。你也不在王都打听打听，我杨某何时蒙骗过他人？今天，你若不说清楚，老朽定然与你誓不罢休。就是，以杨大师的名气，怎么会蒙骗他人？你们看这器物上的阵纹，这造型分明是一件珍宝，只是因为时间长久破损而已。若能修复上面的阵纹，定能得到一件上古异宝。哼，也是杨大师脾气好，换作是我，早就动手教训这小子了。小子，今日你在此毁我聚宝楼和杨某名声，念在你年幼无知，不知天高地厚，老夫也不准备如何追究。只要你当众向我跪下道歉，我可既往不咎；否则，我不管你什么身份，都休想安然走出我聚宝楼。这不是刚获得天星学院年末大考冠军的秦晨吗？怎么和杨大师起冲突了？这是要出大事情啊！看来你是准备强行留下我等了。阁下先行污蔑我聚宝楼，难道就想这么一走了之？哼，污蔑？我不过说出事实罢了。此物究竟为何？只需将上面的阵纹修复，便能知晓结果，何必多费口舌？哼，此物经老夫鉴别，乃是数万年前的珍宝，其阵纹结构与如今阵道体系大为迥异。别说我大齐国，就算整个西北五国，都很难有人在短时间内修复。你提出如此提议，在场定也有不少略懂阵法的人，不妨观摩一下，看看此阵纹是否乃是上古阵纹。让我瞧瞧。好复杂的阵纹，你们看这阵纹的书写方式与当今阵道截然不同。杨大师所言不假，经小女子观察，这的确是上古阵法，而且至少在3阶以上，能将如此宝物说成是尿壶，到底是无知还是任性呢？可惜了，有些人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，连一个阵纹问题都看不出来。看来空有外表，只是一个花瓶而已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说我是花瓶？你小子休要胡言乱语！严家乃是我大齐国第一阵道世家，严小姐也早已是1阶阵纹师，岂会看走眼？据我所知，上古时代珍宝辈出，有不少壶罐类逆天宝物，光是史料记载中便有吞天魔罐、斩地壶、一气三清壶等，哪一个不是毁天灭地的神器？什么斩地壶？我听说过此壶，只需轻轻催动，便能斩千里之外5地强者首级，有莫测神威。这也太牛逼了！那岂不是我这个宝物是斩地壶？早知道就不该急匆匆将宝物送给严小姐，万一这真是神器，那我岂不是亏大了？你们还真是能异想天开。斩地壶，那可是上古时代长天大地的重宝，岂会轻易落入凡人世界？这小子还敢嘴硬！就是，证明不了还不认错，就应该好好教训一下，长长记性。谁说我证明不了？拿阵纹笔来。这可是上古珍宝，你可别弄坏了。希望你过会也能这么想。你什么意思？哼，谁有阵纹笔，借在下一用。这秦晨不会真要修复吧？这可是上古阵法，还阵纹笔呢，真能装逼。本上门主这里便有一支阵纹笔，看你耍什么花样。若是证明不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还给你。嘿，装不下去吧？我就知道你这小子根本不懂什么阵法。杨大师还不好好教训此人？哼，你知道个屁！我已经修复好了，还在胡言乱语，就这么随便2下就说修复好了？不信的话，你催动一下试试。什么？上面阵纹亮了。这就把上古阵纹修复完成了？怎么做到的？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哼。这……是啊，就是。
说的没错，到目前为止，除了正文亮起，根本不能说明此物的用途。哎，据说在远古时代有一种空间类宝物，叫做乾坤袋，能够吸纳各种东西。我手中的水壶可能就是此类器物。你试试看，除了水，这水壶还能吸纳别的东西吗？就算不是乾坤袋，也不一定是尿壶，有可能是酒壶一类的宝物。那你试着反向推动阵法试试。我试试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好臭啊！怎么突然这么臭？池少，怎么会这样？这水壶在上古不知被多少人尿过，里面的空间在阵法的加持下又十分封闭，因此数万年过去，里面的臭气都没有散掉。刚才吸了那么多茶水，混合一下喷出来的，自然就是尿水了。颠婆，你可是赚大了，喝了数万年前古人的尿水，这可是文物，价值不菲。我要杀了你！池少小心！莲蓬可是地级中期巅峰的强者，竟然被倾城一招制服，他的实力竟然又提升了。严小姐，这尿壶可是你的宝物，之前还捧在手中呢，还不赶紧拿回去？你，杨大师，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？一个破尿壶被你说成是上古珍宝，你们聚宝楼就是这么做生意的？哼，天下奇宝众多，谁也不可能全都认识。至少刚刚葛公子挑选出来的媚玉，货真价实。是吗？严小姐，你把媚玉拿出来，用真气催动一下试试。试试就试试。果然是媚玉，散发出来的气息好清新啊！看到没有，此物乃是真。不可能！我刚才鉴定过，这的确是一块媚玉，怎么会突然间碎掉了？一定是你小子使诈！此玉我碰都没碰过，如何使诈？这一块的确是媚玉，但媚玉的保存难度极高，经过数万年的流逝，其中的精气早已流失殆尽，表面上看起来完好无缺，实则只是块废石。杨大师，你身为聚宝楼的首席鉴定师，应该不会不知道吧？我知道个屁呀！媚玉这种东西，我也只是在古籍中看到过，怎么会知道它难以保存，已经报废了？天哪，我该怎么说呀？如果否认，就证明我对媚玉根本不了解。鉴宝大师的身份一定大打折扣。承认，这不摆明了我故意坑骗大家吗？杨大师，你明知道这是一块废石，非但没有指出来，反而欺骗诸位，给一块废石报价5万银币，不知道是何居心呢？杨大师不会真的故意欺骗我们吧？一块报废的玉石，他估价5万；一个破损的尿壶，他估价8万。这也……以杨大师的眼界，肯定不可能看不出来。想不到他竟然是这样的人，枉我们以前对他如此信任。冤呐，我哪里会知道啊？还圣洛秘境的珍宝，我来看看。一个破碗，报价1万2；一个破罐子，报价2万。这个里什么都没有，居然报价3万，黑店啊！客人越来越多了，再这么下去，聚宝楼的招牌就要砸了。小子，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哦，我只是实话实说罢了。哼，你随便摸摸，能看出什么来？这是对我聚宝楼的污蔑。你说这里面是一个破碗，好，如果不是，我杨某人定然要告你一个污蔑之罪。
我去，真的只是一只破碗呢？为什么？莫非此人深藏不露，还是个鉴宝大师不成？可就算他从娘胎里开始练习鉴宝，这也才10几年呢。这木桌上基本没什么宝物，全都是一些破铜烂铁。好像挺厉害。偶尔有一些材料，也并非十分珍惜之物。这块石头竟然和我脑海中的古剑产生了共鸣。这里面是什么？竟然是一把锈迹斑斑的铁剑，但能让神秘古剑产生共鸣的宝物定然不凡。这东西还算不错，我看看，售价2万银币，我要了。血管师，给。此人刚刚才将我聚宝楼狠狠贬低了一番，怎么眨眼居然照顾起我聚宝楼的生意了？其中定有古怪。且慢，我还没说将这东西卖给你，徐峥，还不快把你手中的钱还回去！别人要买聚宝楼的东西，这是好事啊！杨大师这是怎么了？这秦晨鉴宝能力一绝，莫非他手中的长条状器物是什么宝贝不成？正所谓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我已将钱交给了聚宝楼，聚宝楼也收下了。那么此物理应归我所有。等等，买卖讲究你情我愿，刚才老夫还未答应，所以这生意不算成立。所谓赌宝，俱是明码标价，只需付钱，那器物便算是客人所有。我还是第一次听说。赌宝还要经过你们聚宝楼同意才能拿走，哼，我明白了，你们聚宝楼搞赌宝大会是想让王都的权贵前来试宝，若赌到了垃圾，聚宝楼就故意抬高价格，让顾客以为捡到了便宜，但若赌到了宝贝，就以交易不成功的名义来夺回宝物。想不到堂堂大齐国最大的宝阁，竟然做出这等卑劣之事，哼！不会吧？如果真是这样，也忒坏了吧？谁说不是呢？你们看，刚刚的尿壶和废玉，杨大师还说是宝物呢。哎，想不到聚宝楼这么坑爹，太黑了！混蛋！我赌宝的钱是我孩子的奶粉钱，可恶！快赔我！完蛋了，这样子以后我聚宝楼如何在王都立足啊？诸位听我解释，不是这样的。哦，不是这样。那又是怎样？哎，居然是一把破剑，都生锈成这样了，好像快断了。啊，这个不会是那小子看走眼了吧？阁下误会了，我聚宝楼做生意，童叟无欺。我刚才之所以喊停，只是想让阁下不要着急，毕竟我聚宝楼卖出东西。又岂能让阁下直接拎回去？徐管事还不给这位客人拿一个剑匣过来存放宝剑，怎么一点眼力见都没有啊？这杨大师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呀？还以为是什么稀世珍宝呢，还好不小心弄破了石皮，不然就要被这小子坑了，差点把聚宝楼名声都给毁了。剑匣就不必了，我自有储物宝器。明天我们走。哦，池少，你太厉害了！之前那个杨大师被你气得脸都绿了。是他自己不依不饶，可怪不了我。对了，池少，你为什么买这么一把破剑啊？这可不是破剑，你不懂。走吧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哦。哎，池少，你的血脉不是已经觉醒了吗？来这里干什么？我来这里可不是为了自己觉醒血脉，而是为了你。
世界了，都什么时候出来啊？您同意这说好的现在又陈凡大师，请问陈凡大师什么时候有空？我想请陈凡大师为我儿进行洗礼。小儿今年14岁，已经接受过2次洗礼，都没有觉醒血脉，还有觉醒血脉的希望吗？让一让，我是王不断家之人。请问李文宇大师今天有空吗？我有陈凡大师的预约，让我先进去。有预约了不起啊，先来后到不懂吗？谁在后面挤我？今天血脉圣地怎么这么多人？昨天天星学院年末大考，有一个之前觉醒了多次都没能唤醒血脉的学员，居然成功觉醒血脉，并且获得了大考第1。现在王都所有不曾觉醒血脉的年轻人都想重新接受洗礼，盼着能发生什么奇迹呢？没想到血脉圣地被挤得水泄不通，你居然是罪魁祸首！陈凡大师，陈凡大师，都给我安静！吵什么吵？一个个都给我排好队！谁要是敢再乱挤，今天休想见到大师！哼，我是王都检察署的副署长，我要见李文宇大师。滚！你说什么？你一个小小的接待员，竟敢！副署长了不起吗？再废话一句，姑奶奶马上让你扫地出门！给我滚回去排队！哼！血脉圣地真霸气啊！一个接待员连检察署副处长都敢骂。前些天这小妮子还温柔的像只兔子，大半个月不见，居然这般彪悍了。哎，清晨，你们2个小孩哪家了？给我去后面排队。走开！清晨少爷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好久不见。陈少，你今天所谓何事？我来替你安排。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血脉圣地的领班对清晨这么客气啊？这是我朋友，想要借用一间觉醒室，麻烦你了。原来是陈少的朋友，2位请跟我来。之前还说了排队，怎么就有人插队了？这少年谁呀？血脉圣地的领班居然对他这么客气。秦晨，难道是那个天星学院的大考冠军？这位是天星学院大考的冠军秦晨少爷，持有血脉圣地金克令的顶级贵客，自然不需要排队。居然是他！原来是血脉圣地的贵宾。这位大人慢走。上次那间觉醒室应该还能用吧？那间觉醒室，其他血脉师自然是不能用的。不过会长大人吩咐过了，陈少你例外。拿着血脉石，听我的吩咐，全力催动血脉。竟然是明火属性的血脉，而且血脉形态还是死亡灰云。难怪修炼了我的口诀之后，修为提升的那么快。死亡灰云形态的血脉加上明火属性，简直是绝配。可以停下了。陈少，我的血脉不是炎火血脉吗？什么明火属性，死亡灰云啊？哦，你说的炎火血脉只是普通的凡级血脉，实际上你的血脉应该是王级的死亡明火血脉，属于稀有血脉。因此，一般血脉师辨认不出来也情有可原。啊，王级血脉！陈少，你不会是在捉弄我吧？无论如何，我也不会拿你的前途开玩笑。你的血脉等级太高，必须修炼与之契合的功法。若只是修炼一般的功法，那便是暴殄天物，修炼成果也与常人无异。可我哪里去找和我血脉属性契合的功法去啊？放心，你的血脉等级是王级，对应的功法最好是天级。天级功法的话，我这里共有13种，你想想看，要修炼哪一种？陈少，你没发烧啊？天级功法，我们大齐国皇宫都没有一本，你身上哪里会有？哼，算了，还是我替你选吧。鬼阴地诀，不行，这功法太邪恶了，修炼到最后需要吸收大量的纯阴之力，容易修炼的人不人鬼不鬼。冥王宝剑也不行，虽然不算邪恶，但是对经脉的损伤太大，修炼时还需要大量的宝物辅助，性价比太低。对了，万影天镜，哼，不错，倒是十分契合林田你的体质，就是它了。
林天，我接下来传授你的万影天经，在诸多天级功法中也赫赫有名，是所有幽冥系功法中最强的功法之一。此经共分9重，越到后面难度越高，修炼到极致能够化身千万。同时在隐匿气息方面也极其可怕。以你的资质，前6重应该没有问题，能不能修炼到最后9重，就要看你自己的机缘了。竟然是真的！清晨，你的恩情，我凌天铭记在心。居然是武道誓言！风少羽、上官希儿，你们等着，这一次我不会再是孤身一人。陈少，您慢走。回头替我向东方青会长问好。林天，我还有事要处理，你记得回去之后好好修炼。清晨，你放心，我凌天绝不会让你失望的。这些人身上都背负刀剑，都是一些在外历练的穷乡武者，真是让人扫兴。我当初可是抢破了头，才在丹阁谋了个销售员的职位。什么时候才能让我遇到一个属于我的金主爸爸？要是能让我攀上一名炼药师，成为炼药师的女人，那我的后半辈子就不用愁了。一看就是个有钱的主。这边请。你走路不长眼睛啊？明明是你不看路，怎么还骂人？你是丹阁的侍女吧？就是这么对客人的，你们管事呢？要是投诉到管事面前，那我可完了。就当老娘今天倒霉，遇到了一个扫把星。这位客官，之前是我不对，不知你有什么需要？给我介绍一下你们的丹药吧。请跟我来。不知道客官，你准备购买什么丹药？都介绍一下吧。一看就是个来见世面的穷酸货小子。这个柜台上摆放的是1品的疗伤丹药，有回春丹、雨露丹等。这个柜台里摆放的是1品的修炼丹药，凝气丹、真气丹等。至于那个柜台上摆放的是1品的突破类丹药，还有这个柜台是解毒类的，旁边一个柜台是辅助类的。往前边去，那边的柜台里摆放的都是质地上乘的2品丹药。好了，客官，你想购买什么丹药？这算什么介绍？算了，我自己看吧。哦，这枚回春丹勉强算是中等，丹药表面粗糙，药性融合度在7成左右，应该是1品炼药师炼制的，水平一般。哦，这一枚雨露丹倒不错，只可惜火候不够到位，药效最多只能发挥出7成出头，再也能算是中等。装，继续装。这小鬼一看才16、17岁，懂什么丹药？怕不会是标新立异，专门来吸引老娘注意的吧？这里的每种丹药都至少有10处以上的错漏，无论是从选材、火候还是手法等方面，都和武玉差得太远。看来这大齐阁丹阁的炼丹水平很是一般，也难怪聚宝楼这样的宝阁都敢和丹阁叫板了。不过倒是正好符合我的计划。客官考虑好买什么丹药了没有？其实我此次前来，是想找你们丹阁阁主有事相商。找我们阁主？我们阁主大人日理万机，没有预约的话是概不相见的。那就帮我预约一下，就说我有。我说你这人怎么听不明白呢？我们阁主身份高贵，要是任何阿猫阿狗都上来说要见我们阁主，
那我们阁主岂不是一天到晚都不用干正事了？想直接见我们阁主可以，只要你是一名炼药师，我现在就去请示。那么，请问你是炼药师吗？难道想见你们阁主，只有炼药师才行不成？不然呢？我们阁主什么身份？即便是王都的达官贵人、侯爷巨贾，也得排队预约。阁主心情好，说不定10天半月就能见上；若是心情不好，等个1年半载也不一定。此女虽然势利，所说倒也未必是假。既然如此，那便考核一个炼药师资格便是。将来我行走大陆，也会带来诸多便利。带我去你们丹阁考核炼药师之地吧。难不成你还想当场考个炼药师？正是。这小子疯了吧？既然他想装，那就让他继续装。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怎么考。跟我来吧。哟，玉灵啊，几天不见，好像又水灵了不少嘛。罗管事，你净开我的玩笑，有外人在呢。哦，有什么事儿啊？这位客人说要考核炼药师。阁下运气不错，今天正好有一场炼药师考核，你现在进去还来得及。考核费1000银币。喏，还有阁下的学徒证，也要拿来登记。我没有学徒证。什么？没有学徒证？那还来考什么炼药师啊？去，赶紧一边去！谁规定没有学徒证就不能考核炼药师的？这还需要规定吗？赶紧一边玩去！老夫在这里工作也有10多年了，还是第一次见到连炼药学徒都不是，就来考核炼药师的。非要说规定的话，老子就是规定。根据五域丹塔规定，任何人都可以考核炼药师。所谓的炼药学徒，不过是各地丹阁私下定的罢了，丹塔根本不承认。你还能代表大陆至高的丹塔不成？你小子居然还听说过丹塔？不过丹塔是丹塔，在这里天王老子来也没用。走，不然本管事可叫人把你赶出去了。怎么回事？陈木药师，1品炼药师，看来是这炼药师考核的考官。里面马上就要开始炼药师考核了，你们在外吵吵闹闹，成何体统？陈木药师，这位客人没有学徒证，却非要参加炼药师考核，怎么说都不听。您说这不是在捣乱吗？年轻人做事可不能好高骛远，在考核炼药师之前，必须先成为一名炼药学徒。丹塔的宗旨是一切皆有可能，任何人都能成为一名炼药师。看阁下也是一名1品炼药师，难道连丹塔的宗旨都不懂吗？放肆！竟敢这么对陈木药师说话！陈木药师，您放心，我马上将这小子赶出去，绝不打扰到里面的考核。慢着，丹塔的确是有这么一个规矩，但丹塔同样规定了，任何人不得亵渎炼药师这个职业。你不是炼药学徒无妨，但若你连1关都过不了，那可是重罪。你还确定要参加吗？自然确定。那好，罗管事，给他报名。哼，拿着，这是你的考核凭证。这边门进去就可以了。罗管事，陈木药师怎么答应了这小子的报名？我怎么知道？陈木药师是这次考核的考官之一，等着看吧。要不了多久，那小子肯定会被灰溜溜的赶出来。这小子也是来参加炼药师考核的，才15、16岁吧？我今年都60多岁了，考核了10几次，尚且未能成功。这小子年纪轻轻就想成为炼药师，开什么玩笑？你们刚才没听到吗？这小子连炼药学徒都不是，在外面大吵大闹。陈木药师无奈才让他参加考核的，真是不知好歹。陈木药师劝他，那是为了他好，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。都给我安静！炼药师的考核，诸位大多数人都不是第一次了。本次炼药师考核共分3轮，第1轮笔试，第2轮随机考核炼药师10项操作中的1项，第3轮则是真正的炼药考核。只有通过了上一轮考核的人，才能进入下一轮。一旦淘汰，1年之内不得再度申请。现在开始第1轮考核。第1轮考核共100分，90分以上者才算通过。现在笔试开始，请写出分药的13种基本手法，
以及每种手法的优缺点，菠萝叶的生长习性和药性，它在丹药炼制过程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，并写下3种需要用到菠萝叶的丹药，请描述火石矿在炼丹中的作用。这题也太简单了，小娃娃都做出来。陈兄，这一次的考核题目难度极高，这批学徒中怕是有不少人要败兴而归了。算他们运气不好。这一次的考题是刘大师亲自所出，也不知最终有几人能通过这一轮笔试。几位丹阁执事里，刘大师最为严格。我粗略看了下试题，出题角度十分刁钻，即便是由你我作答，一个不小心也会落入圈套。别说是这些学徒了，就看他们的造化了。陈兄，这应该是你刚才在外面呵斥的那个考生吧？就是这小子，你看他在做什么？竟在考题之上随意乱写捣乱，真想将他驱逐出去，严厉惩罚。此次就算写得快乐些，也未必是在乱写捣乱吧？这次的考题是刘大师设计，他一个学徒都不是的小子能对答自如啊，这倒是。可惜丹阁规矩，不能剥夺他考核机会，不然早被我赶出去了。哎，这一次的题目比之前几次也难太多了吧？真是倒霉呀！居然是丹阁几位2品炼药师中最严苛的流光大师出题，这次考核通过率起码要降低30%啊！我思考了半天，连第一道题目都没想清楚，这家伙怎么落笔一刻都不停啊？绝对是在乱写。一个15、16岁的少年，就算是从娘胎里开始学习炼药，又岂能知道分药的13种基础手法是什么？真是胡来！这也太简单了吧！只剩最后几题了。情景模拟题，你是一名1品炼药师，同时也是一名地级巅峰武者，在妖祖山脉中寻找药材，忽然前方传来一阵清香，令你浑身毛孔舒张，陶醉万分。抬起头，发现前方100米的一片灌木之中，长着一株百年龙涎香，而在你的感知中，方圆数里之内没有一头妖兽，你会怎么做？接下来这道题好像更有趣。你是一名1品炼药师，在妖祖山脉中历练之时，被白刃毒株伤到了手臂，毒素让你的手臂很快就失去知觉，并以惊人的速度朝你的心脏蔓延。而此时你身上没有解毒药物，最近的城池也在千里之外，该怎么做？有意思，真是有意思。这出题之人不错，2道题目看似简单，其实都暗藏着陷阱。比如这第一题，龙涎香是3阶灵药，任何一名炼药师见到龙涎香都不愿错过。聪明的学员会写自己需要仔细观察四周，查看有没有危险等等，实际上这些却都是错的。龙涎香是3阶幻兽幻罗兽最喜爱的灵药，它和幻罗兽几乎是半生存在。百年龙涎香的香味最多传递50米，能闻到清香，说明已处于幻罗兽的幻境中了。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即服用破幻丹，然后转身就跑。至于第2道题也十分有趣，白刃毒株拥有强烈的毒素，一旦被白刃毒株的毒素入侵，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解毒，否则必死无疑。这道题考核的是炼药师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，毕竟任何一名优秀的炼药师都免不了要前往野外，必须胆大心细。大功告成。小子，谁让你站起来的？扰乱考核纪律，你知道会是什么后果？我已经答完了，提前交卷。答完了？这才过去一半时间就完了？把你试卷交上来吧。真的做完了？你出去吧。什么时候开始下一轮？交卷之后我们就会批阅，如果通过了考核，自然会通知你。这小子太嚣张了，他要被我抓到胡乱答题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陈兄，何必和一个小鬼头置气？来，你我2个就批阅下这小子的考卷，好让他死个明白。
要批阅你批阅吧，估计是0分的料。我看不如直接扔进垃圾桶才是。咦，这才过去半个时辰，怎么就出来了？那还用问吗？肯定是完成不了试题，自暴自弃了呗。这，我就说这小子是胡乱写的吧。你还想批阅那小子的试卷？有这个精力，还不如睡一觉。不是，陈兄，你快来看，有什么好看的？那小子难道还能写出花来？第1题居然答对了，第2题也对了，你看看第3题，还是对的。1连7、8题竟然全对，怎么可能？莫不是他刚才作弊了？若他作弊，你我的感知岂会发现不了？继续看下面的答案，基础题全对。这50道题包含了炼药学的方方面面，就算是你我，也未必能全对呢。再看看下面流光大师出的综合题，前面都是一些基础知识，只要死记硬背便能回答出，但综合题不同，没有足够的炼药学经验，根本答不出来。百年龙涎香往往与3阶幻罗兽伴生存在，香味只能蔓延50米。闻到了100米外的龙涎香，说明已经被幻境迷惑，必须拿出破幻丹服用，并撤离幻境范围。和标准答案一模一样。不对，这下面还有。离开幻境范围后，可在附近寻找一种3片紫叶的草药，将其含在嘴后，可在20个呼吸内抵挡住幻境冲击，有足够的时间采摘龙涎香后安然离去。这后面的内容不在流光大师的标准答案中啊！3片紫叶的草药，难道是3叶紫阳草？它的确能够解除轻微幻境，且和龙涎香相距极近，但它的除幻效果甚至不如破幻丹，也抵御不了幻罗兽的精神冲击。再次折返，岂不是找死？明明已经答对，非要多此一举，画蛇添足。唉，看看白刃毒株这题，中了毒素后，需第一时间撤离，并在附近寻找蛛网草。将其捣碎后与毒株血液混合，敷于伤口。若无法获取，则可采摘华叶树的嫩叶替代。后找到毒株洞穴所在，将其击杀后，取下妖核，碾碎吞服。呵呵，这题又错了。正确答案应是封住痰中、鸠尾、心诀3穴，同时找到蛛网草吞服而下，减缓毒素蔓延的速度。如此，城池在万里之外也可治疗。这小子完全搞错了方向啊！唉，可惜了。10道综合题和正确答案都有些许差距，算上基础题，总分70分，距离90分还差不少。死记硬背答全了基础题，轮到真才实学时就不知怎么办了。不过是纸上谈兵。这次的题目好难啊，特别是综合题，看来又没戏了。老天啊，我怎么那么倒霉？通过考核会通知下一轮的，都出去吧，在外等候。错，又错了，这是哪个家伙？还不如那小子呢。这批考生的素养也太差了，就算是出题难了点，也不至于答成这样吧？陈默、欧阳成，第1轮的考核通过了多少人？流光大师，遇到大师您出的试卷能有几个人通过呀？能考到60分以上就算是优秀了。哼，我出题虽然有些刁钻，但只需细心分析，任何1品炼药师都能答出正确答案。若这都能答错，让他们通过考核，只会是我们丹阁的耻辱。炼药师除了实力之外，还必须要细心，一旦出现差错，会造成严重后果。拿来我看看，你看这个家伙，居然连洋菊草和洋菊花都分不清楚。一个是清心润肺的药物，一个却是剧毒之物。这种人如果通过了考核，以后炼制丹药时一旦出错，该追究谁的责任？还有这个鱼醉果的提炼要用到6种手法，他只写下5个，偏偏漏掉的是最重要的一个，连药效都提炼不出来，怎么炼丹？这个70分，
貌似是比较好的成绩了。什么？基础题居然全对？这是一个狂妄的小子写的，连炼药学徒都不是，居然也想来考一品炼药师。若不是丹阁有规定，早就将他赶出去了。不过是靠死记硬背才答对了一些基础题，后面的综合题写的狗屁不通。哦，我看看，这是妙啊！居然想到用3叶紫阳草抵御幻罗兽的攻击，成功采集到龙涎香，既脱离了危险，又得到了龙涎香，一举两得，实在是妙啊！可3叶紫阳草不是只能解除轻微幻觉吗？你懂什么？3叶紫阳草的功效的确是破除轻微幻觉，功效不如破幻丹的1/5，但它若和破幻丹结合，却能让破幻丹的功效提升1倍以上，完全能抵御住幻罗兽的攻击。莫非这道题他也做对了？何止是做对，而是比我给的答案更胜一筹，这才是真正的标准答案。让我看下一题，用蛛网草和白刃毒株的血液混合，或者用化叶树的嫩叶代替血液，涂抹伤口，再去击杀白刃毒株。这，我的天，是怎么想到的？流光大师，难道这题也对吗？简直完美啊！白刃毒株的血液同样含有剧毒，但蛛网草能与血液中的毒素反应，敷在伤口之上，能暂时免疫数个时辰的白刃毒株毒素，恢复行动力。除此之外，化叶树的树叶也有这个效果，只是时间略短。可是即便如此，体内毒素还是没有解除啊！而且吞服毒株的妖核不是找死吗？你懂个屁！白刃毒株最强的就是它的剧毒，只要短时间内对毒素免疫，哪怕是人级武者都能将其击杀。同时，毒株的妖核与蛛网草同服，能彻底消除残留体内的毒素。如此一来，非但毒素全清，亦能击杀毒株得到它身上的材料，比我的答案好了10倍不止。你们居然给了个0分，猪脑子吗？妙啊！遇到火焰雄狮居然还有这个办法脱身，这个方法我设计题目的时候都没有想到。还有这道题目，用灰烬草去分解银环蝎的毒素，他是怎么想出来的？我设计每一道题时，心中便已有固定答案。此人竟能以更完美的方法解决我所设下的难题，醍醐灌顶啊！学海无涯，永无止境，古人诚不我欺。满分，天才！让我看看这考生叫什么名字？秦晨。这个名字怎么有些耳熟啊？他人呢？马上叫进来，让他参加第2轮考核。我要看看此人在实际操作方面到底如何。不好，流光大师，在你来之前，我等已让人通知结果，那秦晨说不定已经走了。马上随我出去看看，到底走了没有？若是人不见了，我要你们好看！是欧阳城大师身边的妖童王俊，此人也是一名炼药学徒，半年前被欧阳城大师相中，跟在身边学习，且学习了半年，便已升至高级学徒了。跟着欧阳城大师学习，提升速度自然快。王俊肯定是来公布考核结果的，大家安静。好紧张，我要是能通过第1轮就好了。经过欧阳导师和陈木大师批改，笔试成绩已出，现行公布。通过第1轮考核的分别是林源90分。啊，是我。前后考了15次，这次总算通过了。皇天不负有心人啊！好了，安静。孙源90分。是我。徐静90分。周涛91分。哦，好年轻啊！听说周涛今年才25岁。若是他此次能通过考核，岂非25岁变成了1品炼药师，前途不可限量啊！太年轻了。若是这么个天才能看上我，我后半辈子就有福了。最后一个，王安92分。老天开眼，让老朽通过了笔试。王安30多岁便已是高级学徒，这30年来，这应该是他第5次通过笔试，难怪会如此激动。通过考核的5人收拾收拾，跟我进来吧。且慢，为何我不在名单中？你算哪根葱啊？没你的名字，便是没通过考核，这都不懂？是这个家伙，半个时辰就提前交卷了，也想通过考核？
更何况他之前得罪了陈木药师，王俊岂能不给他脸色看？连炼药学徒都不是，也来参加考核？还有2位为什么没有自己？这小子是白痴吗？没名字自是被淘汰了，还装什么装？年轻人，不要好高骛远，脚踏实地才是王道。3位大师，谁是秦尘？谁是秦尘？我便是。你就是秦尘。流光大师，属下是迫于耽搁规矩才让他报的名，是不是他惹怒到大师您了？快说，你做了什么，惹得刘大师如此震怒？还不如实招来！果然是英雄出少年，好，很好。想不到第1轮获得满分的，竟是如此年轻的一个少年。满分？这怎么可能？看来我大齐国耽搁，未来有望了。满分100，需要所有题目无一错漏啊！怎么做到的？刘大师亲自宣布，岂能有假？你们6个人跟我进来吧，准备第2轮的考核。第2轮是随机考核炼药10项操作中的1项。此次的第2轮考核将考核诸位的控火能力。马上按照顺序开始考核。竟是考控火！完了，怎么考这一项啊？以前不都是考变药什么的？10项操作中，怎么都轮不到控火啊？炼药的10项操作，分为变药、分药、热顶、控药、控火、凝丹等。这其中最为大众熟悉的是变药。分辨药材是一名炼药师最基本的技能，以往考核的也都是这一项。想不到流光大师竟会考控火。众所周知，控火能力的强弱是一名炼药师能否炼制出精良丹药的前提。若连控火这一细节都做不好，谈何成为一名真正的炼药师？第一个，林元，展示你的控火能力吧。哦，丹火分许多种类，包括正火、真火、妖火、地火、天火等。其中正火、妖火等属于后天所得，为外火；而炼药师自身真气形成的火焰为真火，属于内火。炼药学徒没有修炼过专门的火系功法，无法形成真火，一般都会用正火来替代考核。这就是你的控火能力，控制火焰的大小不过是最初级的能力。你将面前的火焰分成3组，呈品字形，展示一下。连最基本的控火都做不到，也来考炼药师？控火表面上考验的是炼药师控制火焰的能力，实则考验的则是炼药师精神力的强弱和细致程度。一名炼药师在炼制丹药时，不但要控制火焰，更要控制药材加入的时机和分量，以及丹炉中灵药融合的火候，是一个十分复杂和繁琐的过程，对精神力要求极高。林元连最基本的控火都做不到，即便能炼制出丹药，也只是投机取巧，算不得真正的炼药师。考核失败，下一个孙元。你也退下去吧。下一个徐静。流光大师的要求也太难了点儿，这样下去谁能通过考核？再这么下去，第2轮的考核怕是没人能通过了。不错。好，总算完成一个。不错，你通过了。多谢3位大师。下一个周涛。
分焰，这是最简单的控火技能，是一名炼药师的必备技能。大家都看到了，其实流光大师的出题很简单，只需掌控火焰的属性，明白聚火阵的运转，再加上一点点精神力的控制，就能完成考核。3朵火焰只是最基础的火焰结构，一名真正的炼药师在1阶精神力下便能分出5朵火焰，也不是什么难事。同样是参加考核的高级学徒，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？简直是天才呀！焰分5朵，并且操控得如此自如，能力非凡呐！还算不错，考核通过。此人能够做到这一点，并非精神力有多过人。此人觉醒的应该是一种火系的2品血脉，天生对火焰敏感，修炼的也是火系功法，体内真气自带火焰属性，因此在控火上比其他炼药师轻松数倍，自然容易。竟然通过3个了！本以为第2轮考核会难到极致，岂料5人中竟有3人通过，也算是超出预期了。哼，笔试考核的只是理论，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炼药师，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操作上，拿到满分不过而已。怎么只激活了一半阵法？哈哈哈！连聚火阵都激活不了，也想通过控火考核？聚火阵乃是最为基础的火系阵法，任何一名炼药学徒学习炼药的第1件事，便是激活聚火阵，形成火焰。此人连炼药师学徒都不是，能激活一半聚火阵已是不凡，将来成为炼药师定然无虞。但这次可就遗憾了，第1轮满分又怎样？流光大师刚才如此看好这小子，现在应该知道这里谁才是真正的天才了。清晨，你退下吧。才激活了一半的聚火阵，根本无法做到焰分3朵，更别提……不好意思，我发了会儿呆。陈木大师，你们刚才说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一半的聚火阵阵火十分微弱，即便能焰分3朵，也无法做到叠加成型。所以，我没听清，大师，你说什么？这小子是故意玩我的吧？这不可能！再激活一半的聚火阵，火焰十分虚弱，根本无法稳定成型，更不用说是进行分焰和叠加了。你在作弊！谁告诉你只激活一半的火焰无法分焰叠加的？还用别人告诉吗？这是任何一名炼药师都知道的常识。哼，这算什么常识？那你可知我们面前的聚火阵上共有多少道阵纹吗？我又不是阵法师，怎么会知道？炼药师所要学习的知识太多了，连炼药方面的知识都没有时间，哪来时间学习什么阵法？我来告诉你，眼前这聚火阵属于1阶聚火阵，共有108道阵纹构成，分36道主阵纹，72道副阵纹。其中主阵纹控制火焰的形成，副阵纹控制火焰的温度和形态。也就是说，一名炼药师只需激活36道主阵纹，便能形成稳定的火焰，同时可根据开启副阵纹的数量来对温度和形态进行控制。如此可大大解放炼药师的精神力，使其在炼制丹药时更多的精力置入丹炉之中。因此次考核，我共激活了36道主阵纹，18道副阵纹。这种情况下的火焰极其稳定，十分适宜进行分焰。这也是我为何只激活一半阵纹的原因所在。对我来说，这才是常识。简直就是胡说八道！我周涛学习控火这么久，从未听说过有如此理论。3位大师，他这么说，不过是想掩饰自己作弊的手段罢了。说实话，我也未听过秦晨所说的理论呐。通过激活阵纹的多少来控制火焰的温度和形态，这的确是个新鲜的概念。无欲丹塔中3岁小孩都知道的东西，
当阁的3位正式炼药师居然都不知道，哎，这大齐国的确偏僻落后。是不是胡说八道？3位大师自己尝试一下便知。居然真的激活了！这团火焰颜色较暗，温度也较低，但是结构的确十分稳定，即使不用精神力控制，也一点没有溃散的表现。这等理论，我们之前居然都不知道。其实，只激活18道副正文，可节省炼药师80%的精神力。别说验分3道了，便是5道、9道，都能轻易做到。莫非，这是传说中的9焰宝塔法？3位大师，我的第2轮考核通过了吗？通过？谁敢说不通过？徐静、周涛、王安、秦晨，你们4人现在进行第3轮考核。第3轮考核的是1品真元丹的炼制，材料和炼制过程以及手法都已经在你们面前的丹方上，每人仅有1次炼制机会。现在开始。太好了，1品真元丹的炼制并不难。这一次考核我定要通过。我才是这一次最厉害的天才。这第3轮我一定要。这就开始炼制了。炼药的过程复杂千变，前期的准备工作要细致到不能再细致后才能开炼。1品真元丹虽然是常见的1品丹药，但炼制的过程却一点都不简单。秦晨不会连过2轮考核，自大了吧？莽撞，太莽撞了！嘿嘿，这小子越嚣张越好，到时候他通不过考核，看他还能不能这般得意。反正时间还长，有这小子在前面打头阵，正好观摩观摩。按照真元丹的炼制过程，首先放入的应是1阶真心草，只是真心草属性略带狂躁，所以必须及时加入月光液，来缓解真心草药效流失的速度。等2者彼此融合之时，再加入淮南果。时机到了，震火灼烧20个呼吸的时候，是加入真心草的最佳时机。这秦晨果然拿起了药材。什么？这秦晨以为炼制丹药是炒菜呢。这哪是在炼制，简直是在胡搞！本以为这秦晨是麒麟之子，没想到在炼丹方面一无所知。这么多药材一同放进去，也不怕炸炉啊！哼，即便是炒菜，食材和佐料的加入的顺序也得有一定的讲究吧？这么下去，极为容易炸炉。这小子疯了吗？嘿，大家注意了！哪里来的药香啊？莫非？收！3位大师，真元丹已经炼制完成。这就炼制成功了？我来看看。丹药饱满滚圆，通体纯白，如艺术品般完美无瑕，没有一点瑕疵，十分光滑，且手指上不曾沾染丝毫药粉，只是颜色为何纯白？正常真元丹一般都略带青色，莫非是上等
真元丹。即便是你我，也未必能一炉炼制出12枚上品真元丹吧？这不是上等真元丹。我就知道，这怎么可能是上品真元丹？肯定是胡乱炼制出来的废药。这是特等真元丹，最顶级的特等真元丹。什么？绝对是特等真元丹，没错。老夫身为2品炼药师，炼制过的1品真元丹不下100炉，也只成功过1次。这，哦！距离考核结束还有半个时辰，诸位抓紧时间吧。走了。啊！若不是因为这清晨，我怎么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？这清晨连炼药学徒都不是，第一次参加考核便成功通过。看看我自己，数10年苦练，若这次考核再失败的话，便到此为止吧。可能我真的不适合当一名炼药师。6粒下等1品真元丹，2粒废丹。王安，第3轮考核通过。我成功了，我终于成功了！我是炼药师了，多谢3位大师，多谢3位大师！这是你们的1品炼药师徽章，凭此徽章，你们可以自由出入天武大陆任何一处丹阁，享受1品炼药师待遇。在丹阁购买药材和丹药也会有一定折扣。多谢流光大师，这是你自己努力得来的结果。流光大师，通过了炼药师考核，我应该有资格见阁主了吧？你要见阁主？唉，阁主日理万机，即便是阁内的炼药师，也极难见他一面。没有别的办法吗？我找你们阁主有要事，想和丹阁做一个交易。你早说嘛！老夫是丹阁2品炼药师，这点做主的能力，老夫还是有的。这笔生意关系重大，必须阁主出面。什么生意非得阁主才能定夺？这小子也太能装了吧！以为成为1品炼药师就了不得了？你没见过阁主，不知阁主的脾气。若没有要事却打扰到阁主，别说你一个新晋炼药师，就算老夫，恐怕也要遭到责罚。若你执意要见刘某，也可以代为通报。流光大师，阁主这段日子正在闭关，恐怕还是流光大师代为通报。既然如此，你在此稍等片刻，我现在就去通报。陈默、欧阳成，你们2个帮我处理一下这里的事务。是。完了，哎，这下完蛋了。阁主，属下流光，今日考核新进的1名炼药师，说要见您一面，和丹阁谈一个生意，必须阁主您亲自定夺。一个新晋级的炼药师，能有什么生意可谈？让他滚蛋！本阁主最近忙得很。流光，你也是阁里的老人了，这点小事也来打扰我？阁主，此人非同一般，属下考量再三，觉得您有必要见一下。你倒是说说，对方怎么个不一般法？莫非是某个家族族长？还是说大齐国的某个王爷？是一个
15、16岁的少年。你说一个15、16岁的少年通过了一品炼药师考核，这倒是稀奇了。是的，阁主，且此人在第1轮比试中得了满分，第2轮的控火考核施展出了9焰宝塔法，第3轮炼制考核更是直接炼出了12枚特等1品真元丹。有点意思。我突然又不忙了，既然他要找我谈一笔生意，那就走吧。本阁主倒想看看这样的天才究竟长成什么样。秦晨还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，这么悠闲的喝着茶，等阁主到的时候，看他还能不能悠闲下去。女人的香味。拜见阁主。你就是那个非要见我的新晋炼药师？秦晨，这便是我们丹阁的萧雅阁主，还不快快行礼？秦晨见过萧雅阁主。这秦晨也太嚣张了，好歹也是隶属丹阁的炼药师，见到阁主竟然都不站起来。完了，阁主大人的脾气可是要崩天的呀！秦晨，阁主3品炼药师，也是我大齐国最顶尖的炼药师，还不见礼？不必了，自古英雄出少年，阁下小小年纪便已是1品炼药师，有些傲气也是自然。听说你要和我丹阁做生意，不知道什么样的生意非要本阁主出马。完了！阁主大人这是暗藏怒火呀，一定会有人要倒霉了。阁主大人莫急，还请流光大师将我考核的1品真元丹拿来，给阁主大人鉴别一下。那好，我就先看看小兄弟炼制的丹药是否真如流光所言的那般厉害。果然是特等丹药，大道自然，报手无缺。阁主大人可以亲自体会一下此药的功效。真元丹而已，有什么特别吗？阁主大人，您怎么了？不会是这丹药有什么问题吧？秦晨，你对阁主到底做了什么？我没事。阁主大人应该看出来了吧？你是如何做到的？我只是将炼制的手法进行了一番改良，药材的配比也进行了一些优化。改变炼制手法，就能将这1品真元丹蕴含的药力和功效提升1倍？开什么玩笑！什么？任何一种丹药的功效都是固定的，品质的下等、中等、上等和特等，不过是丹药吸收的效率和纯度有所变化而已，药力总量应该是不变的。同样的材料，药力却是1倍，这怎么可能？之前考核所用材料俱是我丹阁提供的制式药材，每一种都一模一样，理应毫无分别。你等3人也品尝一下。是。整个大齐国丹药市场的革命。秦晨，你是准备将这种丹药让我们丹阁运营？说说你的想法吧。我这里还有一种2品真元丹的上古丹方，所需药材成本只有市面上的70%，功效却是正常2品真元丹的2倍，且炼制难度也比市面上的2品真元丹低上许多。不知阁主有没有兴趣？你说什么？这是丹方，萧雅阁主可以看一下。上面记载的药材，
和市面上的真元丹有不少出入，但是不同的药材之间却能找到一丝微妙的平衡，而且的确只有市面上2品真元丹的70%。市面上能炼制1品真元丹的势力很多，所以利润被分摊得很薄。就算换了他的新配方，也只是赚个辛苦钱。可2品真元丹不同，能炼制的机构少，利润很高。最关键的是，这种2品真元丹一上架，市面上其他的真元丹都会滞销下架，产生的轰动绝对是惊人的，足以垄断市场，获取高额利润。阁主大人，这丹方是真的吗？如果丹方为真，那我们丹阁就发达了。十有9成是真的。这种丹药若真有他所说的功效，一旦投入生产，不但是我们大齐国，甚至西北5国的真元丹市场都会被冲击得七零八落。不知阁主大人考虑的如何了？若是不感兴趣，我也就不浪费时间了。相信像聚宝楼这样的地方，定会感兴趣的。且慢，只要你手中的丹方真有你所言那般，我可以做主。只是这分成的比例，以2品真元丹为首的高端丹药市场，目前都掌握在丹阁手中。但聚宝楼这样的势力，时刻都要渗透进来分一杯羹。相信阁主大人应该清楚这个道理。再者，即便是55分成，丹阁的利润依旧是很可观。想不到他小小年纪竟对丹药市场如此了解，我答应了。阁主大人果然是明白了，这是丹方和具体的炼制手法，丹阁随时都能进行生产。阁下就不怕我丹阁拿了药方反悔？不过是一个2品丹方而已，算不得什么宝贝。相信萧雅阁主也不是那种人。哎，这可是能够颠覆西北5国真元丹市场的丹药啊，都不算什么宝贝。这秦晨也太能吹了吧！我也只是开个玩笑而已。我丹阁做事向来是说1是1，说2是2。祝我们合作愉快。除了这一份真元丹的合作之外，我还想让阁主大人为我炼制几枚丹药。这里是所需的药材。这单子上都是一些市面上较为稀少的药材，且数量不在少数。你什么时候要？10天左右吧。药材收集全了之后，你派人来通知我便可。地址写在了炼药师考核的报名表上。陈木、欧阳成，马上将这丹方上的材料准备齐全，送到我的炼制室去。刘光，你去调查一下这秦晨的来历。是。阁主大人，现在应该已经开始炼制了吧？你说这丹方到底是真是假呀？从功效上来看，的确是有些难以相信。等等吧，以阁主的修为，正常一摞2品真元丹半个时辰便有结果了。这么快？难道炼制失败了？莫非丹方是假的？阁主大人，我马上将那小子抓回来，拿假的丹方来诓骗我丹阁，罪无可恕。站住！谁说丹方是假的了？这才一盏茶的功夫而已，难道阁主大人您炼制成功了？自己看吧。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真元丹？天哪！那秦晨所言竟然都是真的。阁主，我已经查到那秦晨的来历了。此人是定武王的外孙，之前一直未曾觉醒血脉，前不久一举觉醒，竟获得了天星学院年末大考冠军，如今王都的传奇人物。看来此人背后之人非同一般呢。大人，您的意思是？你们不会以为他一个少年会凭空拥有如此珍惜的上古丹方吧？在他背后，定然另有他人。您是说定武王？定武王虽强，也不过在大齐国罢了。此人背后之人，绝对超过了5国层次。传闻定武王女儿秦月池当年拒绝陛下诏令，离家出走，后来未婚先孕，能让这等女子折服的男人岂会简单？现在看来，果然非凡。
晨儿，娘，晨儿，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要是再不回来，娘亲可就要请左立副统领去找你了。在王都之中，孩儿能有什么事？昨夜才刚刚遭遇暗杀，你就失踪了一整天，让娘亲怎么能不担忧？清远红竟派人对我们母子下毒手，我已经写信通知你外公了。这件事，娘亲绝不会善罢甘休的。秦小姐、秦少爷，还差一点，修缮府邸的扫尾工作就完成了。左副统领，多谢了。这是在下分内之事。不过康王爷让属下转告，二位最好还是搬到东城王府附近去，那里会更安全一些。多谢康王爷好意，我会保护好娘亲的，还请左立统领代我谢过康王爷。左统领，忙完之后还请过来一下。是。陈少爷找我有事，还记得我昨天晚上和你说的话吗？你是说我经脉的事？你先坐下，我仔细探查一下你的经脉后，再看如何治疗。是。麻烦了一点，但并无大碍。陈少，我昨天刚战斗过，受过伤，是否等我伤势痊愈了再？一点小伤而已，分分钟就能搞定，不必紧张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我不脱衣服，陈少你怎么治疗啊？我施展的是飞针刺血，不用脱衣服的。好了，这就结束了啊？被困这么多年，我竟然直接突破天级了！从今往后，不管陈少您有什么吩咐，刀山火海，在所不辞。左统领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快起来！陈少，你不明白，曾经我是城卫军中最杰出的人才，风光一时。后来冲击天级失败，跌落谷底。5年来，我受到了太多的白眼，世态炎凉。本以为自己这辈子就只能消沉下去，却不曾想，还有今天。是陈少，您给了我新生。起来吧，你能突破，靠的是你自己的努力。多谢陈少，以后左立便是您的手下，为您效犬马之劳。天色也不早了，你早点回去。属下告辞。就等丹阁的消息了。才不到1个礼拜，狂战5季便突破到了第2重。听说朝堂上，秦远红将责任都推到了秦勇身上。现在秦勇死无对证，陛下也无法处置了。而且，听说那个家伙也要回来。哼，秦家第1天才嘛。听说了吧？秦家长子秦风应大齐国皇室征召，正从边疆启程回都，参加这一次的血灵池之行，不日便能回到王都。8个名额，秦家独得2个，不愧是军神世家，太受陛下宠爱了。依我看，陛下之所以将这秦风召回，却是听说秦风不久前在边境大破上万大魏铁骑，立下彪炳战功。定武王秦霸天在边境又掌控我大齐国大半军马，心有忌惮，这才召秦风归来。圣上心思，岂是你我能随意揣测的？秦风5年前参加军武之时，便已是地级强者，如今5年过去，
必然成为我大齐国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。若他经历血灵池洗礼，代表大齐国参加这一届的5国大比，我大齐国定能异军突起。我那个好弟弟没来迎接我吗？哎，不是说秦奋现在重伤在身，变成废人了吗？嘘，秦风恐怕是在说秦晨。听说我那好弟弟在王都闹出了一些动静，还打伤了秦奋。我这做大哥的，看来得好好清理一下门户了。哎，秦风一上来就叫板秦晨，这是要兄弟相残吗？看来有好戏看了。哇！秦晨这小子要倒霉了，他废了秦奋，秦风作为大哥岂会置之不理？哼，秦风早年有我王都第1天才之称，14岁就突破地级，举世无双。秦晨再强，也不是秦风数招之敌。两个人根本不在一个级别上。秦风将军，陛下正等着你呢。也罢，等我觐见了陛下，再去找我那好弟弟。听说他现在住在西城，那是平民所住的地方，以他的身份，倒也相得益彰。驾！秦。全中了！秦风今年才20岁，一旦被封冠军侯，便是大齐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侯啊，也是第一个20岁就封侯的将军呢。多谢陛下，臣定当殚精竭力，在5国大比夺得第1，为大齐国争光。那朕就等候你的佳音了。陛下，臣有一事请奏。何事啊？臣在回都的路上，听闻臣弟秦晨夺得天星学院大考第1，获得进入血灵池的资格。臣以为此事不妥，秦晨未得年末大考第1，竟将同族兄弟打伤成废人，这等无情无义之辈，焉有资格进入血灵池？臣恳请陛下撤回秦晨进入血灵池的名额。此事乃朕亲自许诺，所谓金口玉言，朕既已答应，便不会改，便如朕许诺你的冠军侯一般。此事以后便不用提了。知道了，你退下吧。王兄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风儿，见过双亲。风儿，快起来，你总算回来了。风儿，诸位长老都在大厅等着呢。是。晚辈拜见各位长老。哎呀，快请起。
秦风，你声名威震大齐国，更被陛下许诺为冠军侯。我们这些老家伙，将来怕是要仰仗你的威名了。秦风必不负诸位长老期望。秦风见过二伯，不必多礼。哼，听说影妹最近和秦晨走得很近，秦晨他伤我二弟，叛出秦家，乃是我秦家的罪人。希望影妹以后少和此人来往，以免污了我秦家的名声。秦风，你什么意思？秦晨也是我秦家血脉，你身为秦家兄长，又岂能如此说他？二伯，秦晨已主动脱离我秦家，又岂能算是我秦家人？他将秦奋打成重伤，便是与我秦风为敌。二伯，你身为长辈，岂能是非不分，为一个外人说话？你母亲，我想去看看二弟。这家伙！大哥，你可一定要为我报仇啊！二弟放心，大哥我绝不会饶过那小子。风儿，你已经跨入地级巅峰了。母亲，孩儿早在1年多前就已经突破了。大哥，你今年才20啊，竟也是地级巅峰的武者了。风儿，你要小心，那秦月池母子没那么简单。母亲不必担心，若非为了进行血灵池洗礼，孩儿早在半年之前便已冲击天级境界了。这些年在战场上被孩儿击杀的天级武将，也不止1人了。那娘亲就放心了。区区一个废物而已，杀他只是顺手之事。孩儿的目标是这届5国大礼的第1。大哥，你准备怎么做？在王都下战书约战，他若敢应战，我便要他在前往血灵池之前成为一个废人，失去进入血灵池的机会。秦晨为名利而废掉同族兄弟，手足相残，卑劣无耻。我家秦风少爷宣布，3日后将在王都生死台挑战秦晨。若秦晨有胆，便来此一战。哎，竟然都要上生死台了，这上台前可是要签订生死契约。要签生死状啊！每年死在台上的武者不计其数。秦风这是想杀了秦晨吗？秦晨再强，也不过是人级武者，如何能与秦风相比啊？他若上场，必死无疑。再者，秦风比秦晨大了5岁，且秦风5年前便已突破地级，如何可能应战？看，秦风来了！为使决战公平，生死比武之时，我秦风让秦晨双手。3日后，我会在此等候，看着秦晨到底真的是天才还是没胆的怂货。陈少，你可千万不能答应秦风的挑战。我听说此人至少是地级巅峰的强者了，即便不用双手，也能轻易斩杀地级高手啊。他这么说，无非是想让你答应约战，好光明正大对你下死手啊。你在说什么？秦风回到王都向你约战的事儿，你不知道啊？我这些天一直闭关修炼，没关注别的。秦晨有什么消息吗？风少爷，秦晨一直没有回应，也没有答应约战。这些天一直在家闭关修炼，并无外出。他这样的年轻人，血气方刚，岂能无视我的激将之法？看来这些天在苦修武艺，怕要和我较量一番。走，去生死台等着他。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啊。我当是什么事？他想邀战，就让他邀战好了。我哪有时间陪他打架？陈少，你没放心上就好。秦风少爷来了。看来是来真的了。秦晨什么时候到？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他被修理的样子了。等着，他今日若敢来，必然颜面扫地。哼，陈少，今日可是你大展威风的日子，生死台那边可是有很多人正等着你呢。阁主倒是挺关心秦家的事。哼，秦家之事，即便是我这个外人，也颇觉有趣。我要的东西集齐了。流光，将陈少要的药材拿过来。
陈少，你看看，可有错漏？这家伙还是不是男人？这么一个活色生香的美女在他面前，居然只是盯着这些药材。哼！陈少怎么样？没错吧？萧雅阁主，我还只是一个孩子，你这样不好吧？没趣的家伙！材料已经集齐，不知道陈少准备炼制什么丹药？3品的爆体丹、凝体丹和铸体丹。萧雅阁主看不出来吗？铸体丹我知道，服用之后能够巩固武者经脉和肉体，大大提升肉体的韧性。凝体丹则是一种凝聚肉体力量的丹药。至于这爆体丹，我倒是第一次听说。爆体丹也是一种在短时间内提升武者修为的丹药，不过有严重的副作用。天级的强者服用，稍有不慎也会导致体内经脉破损，甚至断裂。你要炼制这3种丹药做什么？这些你就不用管，只需帮我炼制就可。让我炼制倒没问题，铸体丹今天就能给你。但凝体丹我虽知道丹方，可之前从未炼制过，需要一些时间准备。至于爆体丹，我连丹方都不知，你让我如何炼制？这些你不用担心，你只需马上准备一个炼制室便可，我会指导你炼制的。陈少，阁主大人乃是3品炼药师，你一个1品炼药师指导他炼制，这无妨。既然陈少这么笃定，就直接去我炼药室吧，看他这次又准备搞什么鬼。哼！先去搬3个丹炉过来。3个丹炉，1个就够了吧？1个丹炉炼制，那得等到什么时候？3种丹药分别炼制会快很多。陈少，以我现在的修为，炼制1炉3品丹药都困难，3炉一同炼制根本不可能成功。说了有我，你只管炼制便可。萧雅阁主，先打开聚火阵，进行热鼎。接下来，将爆体丹、凝体丹、铸体丹等药材分别放入3个丹炉之中。一下子加入所有材料，如此之多的丹药在炉中反应，一定会被直接毁掉。你确定？同样的话，我不想再说第2遍。罢了。真是乱来。这金贵的药材啊，唉，可惜啊，可惜。这是什么控火术？3个丹炉的火焰温度居然截然不同，阵法不应该是一体的吗？这怎么可能？萧雅阁主，还不快控制好阵法！不好，要爆了！对不起，炼制失败了。谁说失败了？
反应一下子平稳啊，是我年纪太大，老眼昏花了吧？你看啊，这怎么做到的？这很简单，你现在专心控火。简单。控温之时要注意，以36道主阵纹、72道辅助阵纹相融合，即可形成炼制大阵。调整辅助阵纹，就能随心变动火焰温度、大小和火候。原来是这样。精神力不是这么用的。拿刚刚药力暴走来说，就该顺应药之本性去融合，而不是以精神力镇压。说的简单。炼制的每一丝精神力都必须用在刀刃上。您，竟然真的成功了！这，我的老天呐！3炉不同的3品丹药，竟然可以同时炼制成功，这简直是神迹呀！就炼制出这些货色，纯度这么低，你们也好意思庆祝？这10几枚丹药饱满滚圆，香气清新柔和，甚至有丹纹浮现，个个都是上等啊！对呀，分明都是上等丹药嘛！上等又怎样？这些丹药中连一枚特等的都没有，换做以前都是要丢进垃圾桶的。现在只能勉强了。